刘志丹在哥老会里是有很高地位的。然后当时呢，刘志丹在哥老会里的这个力量、这个地位，是靠的是马锡武。1928年在莫斯科召集中共第6次代表大会，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报告，是由周恩来做的。这个报告呢，就是关于在中共和中共的军队里的土匪问题。张作霖控制了这个北京，然后呢，万国公使团呢就跟张作霖政府交涉，说必须立即搜查那个苏联大使馆，首先封锁，然后搜查，说里边有匪徒，里边要搞暴动。26年、27年这个北伐战争，整个的北伐战争是完全由苏联红军的将军策划的和指挥的，就是整个的所谓的北伐军师级和以上的全部都是苏联军官，就是根本就不是国民党自己的这个策划和自己的指挥和自己的能力，他们根本没这个能力。然后这个战略、战术、执行都是苏联搞的，所以呢非常顺利。就是这个苏联红军指挥的，他们训练出来的北伐军去打那些土匪，因为军阀跟土匪差不多，就轻而易举，就势如破竹。但是苏联的意图绝对不是要国民党来最后夺取政权，他是利用国民党来把这个原来的给搞垮，然后用共产党来取代。所以呢，由于北伐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胜利，然后呢，苏联同时是试图要在北京这个要搞暴动，然后这个要搞暴动的这些个秘密指示，这个电报呢，被这个西方国家给截获了。截获了以后呢，这个当年就是在这个辛丑条约的时候，这个西方国家跟当时的清政府有条约，条约是说呢，所有的这个外国使馆在北京是集中在一块儿的嘛，东交民巷那块儿，这些地方你们不许进，这是我们的地儿。租界，因为曾经出过事儿嘛，说从此你们不许进了，说你们要进得是我们批准才能进。然后他们就是合在一起，这西方的这个使馆呢是一个团体，他们叫万国公使团。那么由于法国、英国什么等等，这个一块儿都截获了这个苏联大使馆要暴动，截获了这个消息，于是万国公使团出了一个这个命令。当时呢是苏联发动的，在北京发动过一次政变，政变了之后呢，就是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所以所谓的北洋政府其实是已经变了，就是已经不是北洋了，已经是张作霖了。张作霖控制了这个北京，然后呢，万国公使团呢就跟张作霖政府交涉，说必须立即搜查那个苏联大使馆，首先封锁，然后搜查，说里边有匪徒，里边要搞暴动，说这个那个我们的命令。然后张作霖立刻执行了，立刻就包围了苏联大使馆，进行了搜捕，把李道钊搜出来了。然后搜出来，我记不准这个数字了，就10几20几，就是有中共的，有苏共的，就是不是这个使领馆人员，是武装人员。然后搜出来了炸药，搜出来枪械，搜出来大量文件，文件都是关于暴动的，还有关于怎么样这个穿透国民党，怎么让共产党搞垮了国民党等等的，然后文件都出来了。然后这蒋介石气疯了，就发动了政变。所以是这个事儿在先，蒋介石的政变在后。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不就是这个4·12吧？就是1927年4·12政变。4·12政变。那么这件事儿，刚才我说这件事儿的发生的时间是4月初，就4月几号。那这个一共搜出来7卡车的这个内容，然后立刻他们就在报纸上就把这个一些这个文件里的内容就在报纸上就登出来了。这个，因为张作霖这个居然可以进攻一国使馆，这是很非同寻常的事儿嘛。所以你有什么道理？那么我说我给你都宣布，都公布出来，然后我有这个万国公使团的支持，就不是我要干的，他们要干的，说我是奉他们命令，然后我真找着东西了，他要进去啥也没找着，那其实是很麻烦的。所以他说我干，让大伙儿看，证据是这儿呢。所以这一下嘛，就蒋介石就翻了，这个所以才有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各地全面开花暴动，就是这个暴动是这么来的，就是实际上本来就要暴动，一切都是准备好的，早就已经把枪械什么都准备，不是因为蒋介石所以他们暴动，而是他们早就准备了，只是在寻找时间什么时候弄。实际上就是在北伐战争已经顺利进行的情况下，他们在南方已经在暴动了。然后蒋介石也知道，也很生气，但是呢，他无法解释，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局部的事儿呢，还是一个什么。那么他决定要政变的时候，因为他本来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苏联是他的领导，然后突然他反苏反共了，那就是政变了，所以这个才是政变。就是他根本就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将军，所以当时国共在那个时间都是受苏共。对，他的政变的意思就是从此他翻了，对，他不受苏联领导了，也跟共产党翻了。那么本来共产党就要暴动，那现在就全面暴动。那个，然后这个全面暴动呢，因为这个蒋介石已经控制了上海，所以共产党没有可能接近上海，因为上海是更好的港口嘛，就是苏联来援救，他就需要有港口来援救，所以就把这个援救的地方放到了这个汕尾，这个，然后就是都在南方暴动，然后就朝更南边的海边去，但是走不过去，都被他们挡住了，因为这个秘密也暴露了，然后交通线都被他们阻碍了，所以只好进山里头去了，就去了井冈山们，都是这个土匪替他们打的。然后呢，斯大林认为形势大好，说现在的形势相当于1917年的7月革命。1917年7月曾经这个发生过一次暴动，在莫斯科，然后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呢，列宁就逃芬兰去了，就好多人都逃了。然后这个7月失败一次，不是10月就又来了吗？所以他认为中国就相当于那个，就是已经就要成熟了，差不多了。所以斯大林很兴奋。这个按照这个判断呢，所以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还没准备好，因为原本中共很弱嘛，所以现在让他们赶快四处都起义呢，就把政权就拿下来。但是他们什么文件都还没有呢，他只不过是在苏联领导下，他必须要自己得有系统的文件指导自己来做什么，所以立刻决定1928年在莫斯科召集中共第6次代表大会，这是唯一的一次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外国举行。那么为什么会在莫斯科？就是因为他认为中国革命就要胜利了，于是就在莫斯科进行了这次代表大会。6大哈，对，6大。然后这个代表大会上呢，就这个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报告，是由周恩来做的。这个报告呢，就是关于在中共和中共的军队里的土匪问题，因为它是在土匪基础上建的，所以你怎么办？然后呢，这个报告呢，就提出了整套的原则。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苏联告诉他的，你得按这个国办。意思就是说呢，
所有这些土匪啊、黑社会啊、秘密社会啊这些东西呢，我们尽量从那里招募人作为我们的武装力量和作为我们的同志，进来以后呢，努力的分化瓦解他们的首脑，然后呢，所有已经分化瓦解，就是完全接受我们领导的那些首脑，那就变成我们党的干部。但是任何不接受的，都把他们给消灭了。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就是包括肉体上消灭。然后这就形成了这个中共中央的文件，就是周恩来的报告，然后就变成了6大的重要的文件之一。然后这个文件呢，那么你作为共产党嘛，文件出来以后，马上用电报的方式就传下去，就是马上四处就都得执行了。然后井冈山地区就要开会传达中共6大文件。毛泽东当时地位很低的，所以根本人还在井冈山，人家在莫斯科开会。地位高的人都在莫斯科呢，地位低的人在山里头。山里要开会怎么办？说袁文才是我们这儿领导人之一，然后你这个文件是要除这个土匪领导，然后最后想出了一个折中办法，说秘密开会，不让他知道，所以就背着袁文才。这背着袁和王就开了这个会，就传达了这个文件。但是呢，你怎么可能他不知道呢？他本来是这儿的领导，你这个文件里有这个内容，所以他就已经知道了。知道了以后，他就知道要出事儿。然后中间当然就有很多曲折，这我都不在我的重点之内。但是总而言之，那个几年之后，袁王后来就被消灭了。而被消灭呢，靠的是彭德怀、林彪他们。所以就是说这个井冈山的力量怎么形成？第一步就是就是怎么消灭他们里边的这个不同力量啊。然后另一个就是所谓的反 AB 团，反 AB 团，那么都是其中最重要的力量都是彭德怀、林彪他们。这才形成了，就是这个毛泽东在中共的军事武装里边的这种统治力量，就靠这么来的。就是他一步一步这个把内部的有能力的给干掉了。另外就是他后来不是到了这个陕北，建立了这个以延安为首都的这个新的这个中央根据地。那边呢，也是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赖的秘密社会，就是仍然是哥老会。就是刘志丹在哥老会里是有很高地位的。然后当时呢，刘志丹在哥老会里的这个力量、这个地位，是靠的是马锡武。而马锡武呢，就是后来这地方建了这个苏区之后，马锡武是当地的苏维埃政府的主席。马锡武呢，在这个中共刚建立政权的时候，曾经做过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就是马锡武曾经被中共给捧得非常非常高的。那他呢，就是原本都是这个当地的哥老会的这个首脑。刘志丹是靠他进去的。是他把刘志丹介绍进的那哥老会。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在陕北建了这个根据地以后，就开了全国的哥老会代表大会。那个，所以就是哥老会的重要性是在官方文件上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他就是正式的在那儿开全国的哥老会大会。你就本来哥老会不存在这种全国代表大会的。哥老会虽然是全国这个组织，但是它那个全国的这个各地之间是松散的关系。然后中共要想把他们弄到一块儿来，因为实际上是中共要借这个力量。因为中共这个长征之后已经剩了没有人了。所以他要借这个力量，想要快速发展。那么他早先无论是辛亥革命
还是中共的，每一步都是靠的这。就是辛亥革命，我们没时间谈，但是就一句话总结，辛亥革命里真正的这个武装力量，直接就是同盟会能弄得了的武装，能指挥、能调得动的武装力量，就是哥老会。就是辛亥革命的这个都是在讲这个辛亥革命是在这个武昌起义嘛？那为什么会武昌起义一举就成功呢？当地的新军是力量很强的，怎么会武昌起义能成功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保路运动，这个保路运动就是哥老会全面起义了。哥老会是是成建制的、有组织的、有武器的。这个大规模的起义了，那么哥老会大规模起义，而且有全国各地的哥老会跑到这儿来支援的，就是大规模起义之后，那么这个四川根本无法抵挡，所以是从这个湖北调新军过去镇压。那么湖北新军大批过去以后，这边就空虚了，他就趁虚就起义了。所以这个所谓辛亥革命的成功，靠的是保路运动起义。保路运动的起义主力是哥老会，就这么过来的。所以这一步一步的都是靠的这个秘密组织。还有就是孙中山这个搞2次革命的时候，要建这个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是完全是按那个黑社会的法儿建的，所有的连程序、连这个起事、什么印纸模、什么乱七八糟，一切都是按照这个传统黑社会的法儿弄的。所以我讲这些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这个是制度基因，就是不是一个人、2个人，而是世世代代的这个起义、这个革命、暴动，都用的同一个法儿。那个太平天国也是，太平天国不是洪秀全自己弄起来的，是洪秀全利用了已经存在的秘密社会弄起来的，然后他再就弄神弄鬼，再吸引更多的人，但是他都是利用的已有的这些秘密社会的力量。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人们必须要很清楚，要有认识。比如说是不是反共一定就都是这个对民众有好处的，那就看你是怎么反共的。这个试图使用秘密组织的暴动的方式，是没有可能这个获得对民众有好处的结果的。就是这种制度基因出来的内容是有它的特点的，这不是偶然的。就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历史不是偶然的。就历史总是要看它是什么样的制度基因产生出来的结果。